加密货币是什么？可以花吗？你听过加密货币吗？你的亲友里有人在投资加密货币吗？加密货币是一种只在网络上流通的虚拟货币，没有一个主管发行机构。虽然不能直接用来买东西，在某些场合却能支付一些网络服务的费用。持有加密货币的人大多是为了它夸张的涨跌幅度作为投资标的。最初的加密货币比特币是区块链技术下的产物，所有的加密货币发行与交易也都在区块链上进行。区块链是什么？个人在网络上拥有的文字、相片、影片、账号、App、电子书等，都称为数位资产。数位资产通常存放在企业的伺服器上，如果某天企业倒闭、服务关闭或账号被停权，就会失去这些资产。有一群人不能容忍这种情况，于是决定把相同的资料在每个人的电脑里都储存一份。当其中一份资料遗失或者被变造了，就可以马上从其他的电脑复原。透过这个原理，将资料打包成一个又一个的区块，发送到区块链网络上的每一部电脑，衔接在旧区块之后，变成一条长链。为了避免大家同时往对方发送新区块，区块链网络上所有的电脑会一起抢答数学题，最先解出答案者获得最新区块的铸造权，以及一些新铸造的比特币。比特币就相当是解答的报酬，它的账本记录在区块链里，无法被删除或变造。为了避免过量发行导致价值贬损，数学题的难度会定期调整，使得产币速度维持固定，并且在产出约2100万枚比特币之后，不再产生新币。加密货币的使用，你使用过游戏里的虚拟金币吗？可以用来购买装备、道具或是雇佣人员服务，对吧？加密货币就像可以跨游戏使用的虚拟金币，它的账本和交易过程都透过加密的方式存放在区块链里。加密货币的流通是跨国的，几乎不受任何国家或机构监管。你可以用加密货币购买某些网络服务，也可以以币换币。不想被各国政府知道的地下交易，也会指定以加密货币付款。就像是电脑的勒索病毒，歹徒通常会指定以加密货币支付赎金。民众若想要持有加密货币，除了把自己的电脑加入区块链网络参与运作以外，也可以透过交易所直接用现金购买。NFT 是什么？NFT 的全名是 Non-Fungible Token， 也就是非同质化代币。非同质化意指每一枚代币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枚代币代表一份数位作品，并像加密货币一样在区块链上发售、拍卖、交易。用 NFT 的方式在区块链上发行数位作品，可以做到限量发行。加密货币不是钱，交易所也不是金融机构。加密货币既然可以用来买东西，那它到底算不算是钱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世界各国大多将加密货币视为数位资产，而非主权货币。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不算是金融机构，只是一般公司，不受国家金融监管机制的稽核和保障，所有的风险都由投资人自己承担。慎防投资与诈骗风险。投资加密货币或 NFT 相关商品，至少有3大风险。首先是充满恶意的庞氏骗局。新币发行时，经常宣称有神奇的演算法和高获利，但这些完全无法核实。发行者在获得首轮的发行利益之后，就一走了之，投资人也求偿无门。有加密货币女王之称的伊格纳托娃，在2014年发行了维卡币，然而得手50亿美元之后就人间蒸发，不但被 FBI 列名10大通缉要犯，之后被发现该币的资料只是个资料库网站，甚至不在区块链上。第二个风险是虚假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。美国 FTC 于2022年3月的报告指出，2021年以来有4.6万人遭受加密货币投资诈骗，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。
不法分子透过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这些社群平台，向投资人推荐虚假的投资平台，甚至与投资人谈恋爱，吸引大笔资金投入后，一口气卷走所有款项。台湾曾有一个 T-Set 虚拟币投资平台，宣称获利可达30%到105%，并且找来多位知名 YouTuber 实测绩效并分享影片，最后卷款潜逃。YouTubers 道歉了事，投资人们血本无归。第三个风险是这些加密商品的交易平台经常遭受骇客攻击。因为他们非金融机构，政府无法要求平台具备金融机构等级的防护能力。加密货币交换平台 Poly Network 就曾宣称遭到骇客攻击，价值6亿美元的加密货币遭窃，是币界历年来规模最大的骇客洗劫案之一。所以，投资加密货币时，建议把短期交易的金额放在交易所，预计要长期持有的加密货币放在自己的冷钱包。认知到以上事实后，在投资加密货币相关商品时，一定要秉持3大原则： 1. 避开诈骗的交易平台。交易所是不需经过稽核就可以设立的一般公司，所以千万不要碰不知名或经常更换网址和 logo 的交易平台。2. 不要相信保证获利的宣传话术。加密货币相关商品本来就是涨跌非常剧烈的项目，绝对没有保证获利的可能。像是 Luna 币号称演算法和 UST 币互相挂钩，以保持价格稳定。而 UST 币号称每发行1枚就会在银行里存款1美元作为担保，结果 Luna 币和 UST 币价格双双崩盘归零，而那些号称作为担保的美金存款并没有出现救市。3. 考量自己的风险承受程度，切勿投入足以影响正常生活的金额，这是投资的基本准则。理财是很重要的国民知识，但在重视获利的同时，也必须正视风险。世界上一夕致富的例子绝非常态。此外，各式各样的骗局之所以成立，往往都只是贪或情志。民众必须保持心态健康，并谨慎防范哦。